怪不得叫鳄去鳝呢。你看它的嘴长得跟鳄鱼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本期视频硬核解剖，请谨慎观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郭。都看见了哈，鳄去鳝。你要说以前没有多少人认识它，哎，现在可不一样了啊！现在它可是一条网红鱼。前不久被闹得沸沸扬扬的河南泸州云珊瑚的抓鱼事件，现场直播估计每个人也刷到过。这次的抓捕行动啊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，场面那是相当的壮观。消防队、救援队、各路的专家学者、记者啊，那是齐上阵呐。科技手段更是动用了无人机、水下机器人、声呐定位系统，可以说是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。数十家媒体进行了现场报道，数千万人在线观看。光湖水就抽了将近20万个立方了，好家伙！就这个抓鱼的规模，所动用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，我估计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费了这么大的劲抓它，到底值不值啊？它到底有什么神秘之处呢？我一会儿就给它抛了，咱们深入的研究研究它。哎呦妈！啊，转！我这么有劲！我们先了解一下鳄去鳝，它距今已有1亿多年，属淡水低等硬骨鱼类，和巨骨舌鱼长得很像，但完全是两个东西。此鱼寿命能活到90年。美国人布伦特曾经用弓箭射杀过一条重达300多斤的鳄去鳝，它的体型修长，俗称幽灵火箭。既然它能长那么大，说明食量也是惊人的。它一口能吞掉相当于自身1/4大的猎物，水里的活物几乎通吃。作为一个外来入侵品种，除了美洲鳄、水獭、鱼雕是它的天敌外，在中国水域几乎没有它的天敌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那是毁灭性的，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水中杀手。它之所以能成为水中霸主，条件有四：一，你看这大嘴，这鼻子，这不就是缩小版的鳄鱼吗？尤其是它的牙锋利无比，上下各2排。这是它的舌头，硬邦邦的，下巴壳是个囊状，很软，能够装入更大的食物，喉咙深不见底。从嘴的特征就能看出来，攻击力 ATK 值满值。2，鱼鳞坚硬无比，呈菱形。我这把菜刀快吧，对它毫发无损。成熟个体的鳄去鳝鳞片的硬度相当于牙齿。印第安人曾用它的鱼鳞制作捕猎工具，鱼鳞作为防御功能 DEF 值满值。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适应力，生存条件具有广温性、广盐性、广氧性，水埋汰点、缺点氧都能活。你就是给它扔进粪坑里，短期内都不会死。抗氨氮能力超强。HP 值满值。4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身材，呈火箭型。为了增加转向能力，它的背鳍和臀鳍长在尾部。5，指鳞。这种身形会使鱼在水中的游速更快，爆发力更猛。SPD 值满值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内部结构，看看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先送它上路，来个脑瓜崩。鱼鳞是刮不掉的，一会儿只能把皮扒了。先开个膛，刀对它已经不起作用了，换道具。先用角膜把鱼鳞打薄。这样下剪子就能搅动了。仔细看，这就是鳄去鳝的内部全貌。红色的是心室，这根白色的管子是动脉圆锥。有动脉圆锥的鱼类都是比较原始的。心室的下方是心房，这个部位是它的鱼鳔。鳄去鳝的鱼鳔结构比较特殊，上下两侧分别长在鱼肚和脊骨上，由无数个小气囊组成，囊壁上密布着毛细血管，形似肺。它在极度缺氧的条件下可以浮出水面，用鼻子呼吸一口空气，这样就可以和鱼鳔进行气体交换。这就是为什么它在极度缺氧的条件下还能存活的原因所在。这个长条白色的器官就是鱼肚，棕色的部位是肝脏，这个是胆囊，黄色粒儿状的东西是它的胰腺，这就是大肠，红色的部位是肾脏。注意看，它的生殖腺在腹部的两侧，看这个生殖腺的结构像海绵状，这应该是一条未成熟的母鱼。如果是公鱼的话，它应该呈现的是白色的条状。关键点来了，那么内脏都哪个部位能吃呢？告诉你，除了鱼肉，内脏哪里都不能吃，尤其是鱼脂，因为鳄去鳝的鱼脂主胺成分相当高，毒性相当大，包括鱼血，因为内脏中含有大量的鱼血。
吃了就不是噗噗的事儿了，所以内脏必须全部摘除，不能吃。既然鱼肉能吃，咱们就奢侈一下鱼肉，尝尝什么味儿。鱼头先去掉。这个鱼头就做标本了，扒皮。这个鱼皮别扔，做磨刀石刚刚好用。看这个柚子还是蛮紧实的，注意看它的肌肉特征，间隔肌特别明显。对于柚子紧实的鱼类，间隔肌都特别的宽，而对于柚子松散的鱼类，间隔肌都会有很多的间隔刺儿作为支撑。为啥大部分的河鱼都有刺儿？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好了，咱们就把鱼肉简单的清蒸一下，尝一下它的本味，准备奢侈。我也是第一次吃呀，不知道吃完以后能不能噗噗，我就替你们尝一尝吧，马味儿啊。就闻起来还行，闻不到那种就是土腥味儿。是，可以呀，没有歪味儿啊。柚子非常紧实，哎，不错啊，这个。任何外味也没有哈，但是缺少了一点点的鱼的鲜，其他的任何毛病没有。而且这个鱼呢，它没有刺儿啊，没有就是说那个小细刺儿，怕扎嗓子还不能。咱蘸一下海鲜汁儿，看看什么味道。蘸点汁儿行，它有咸淡味儿啊。我还真就没想到啊，它这个柚子能这么好，值得尝试。做总结啊。对这种外来的入侵生物，不要轻易的放生。如果要是流入长江、珠江产卵繁殖的话，那这个对生态那是破坏性的。如果有养鱼爱好者说我这个不想养了，你就像我似的，造了就完了啊，肉嘎嘎香。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国家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咱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凌空瞪片头每个人都看过吧？这俩眼珠子抠下来，看看跟电影里的是一毛一样。这个螺每个人都认识吧？鸡猪螺，俗称比价螺、骆驼螺、大龟螺。生物学的中文名称叫硫平顶蜘蛛螺，拉丁学名兰比斯图鲁卡塔塞巴埃，是凤凰螺科最大的螺，也是贝壳收藏爱好者的必尝之螺。我这几个也不小了吧？就这一个啊，3斤重，是我一个哥们儿费了好大的劲帮我搞到的，这么大的也实属罕见了。我准备给它抛了，帮老郭点点赞。咱们看看作为凤凰螺科最大的螺都有哪些的典型特征，完了看看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，开整。我们先看一下贝壳的结构。蜘蛛螺属于畸形螺类，它的壳口向外延伸，使螺口扭曲的非常狭长，螺唇向上卷曲，非常的厚，与螺体腹面呈水平状，就这样趴在海底。壳口的边缘长有7到8根藻状的长棘，形似蜘蛛，故称之为蜘蛛螺。根据长棘数量和形状的不同，又分为千足螺、蝎子螺和水蛭螺。由于壳体巨大沉重，要想背着壳爬来爬去的话，那是举步维艰，所以腹足的爬行功能已经退化，换成了另一种运动功能，那就是阿基米德定律。注意看，腹足肌肉发达，粗壮有力，大脚趾盖子牢牢地长在上面，角质程度堪比牛角的硬度，完全采用的是撑杆跳的运动方式。大家不用担心贝壳会挡住它的视力，仔细看，在进水沟和管状棘之间的壳唇处有一个豁口，这个口就是凤凰螺科的独有特征，叫凤凰螺缺壳，是专门为它的右眼悄悄地伸出来进行偷窥而设计的。有人就得问，难道左眼就不能进行偷窥吗？左眼不行啊，
因为右眼比左眼长了一轱辘，左眼够不着，白费劲儿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取螺肉，看看都哪里能吃，哪里不能吃。生取螺肉是有方法的，用钢丝或者铁签挖个沟，伸进壳里面滑动几下，把铁壳肌划断，然后勾住腐竹，来回抻动几下，再这么一薅，哎，螺头就出来了。螺锭要想取出来，那就费点劲了。上道具。不行啊，还得用我的雷神之锤呀。壳的硬度是刚刚硬啊，把尾部取出来，先看尾部，有脉管分布呈黑色的部位是它的肝脏，这个肝脏才难吃呢，不仅口感像豆腐渣，而且又腥又苦又涩，咬上一口，你的小白牙和牙花子就会变成这种损色。肝脏不能吃，肝脏的上方黄色的部位是生殖腺，在内侧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生殖管的结构，生殖腺是可以吃的，味道贼香。注意看，这块有个囊状的部位，就是它的胃囊，里面都是未消化完的食物，非常的脏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胃囊的后端连接着食道，埋藏在体内，食道同样有未消化完的食物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胃囊的前端连接着大肠，长在外套膜外的边缘，小屁屁开口于体外，这个小揪揪就是大肠里面都是粑粑，吃了很容易噗噗。在胃囊的上方还有一块黑色的区域，很像肝脏，但并不是肝脏，这是它的消化腺，有胰腺的功能，与肝脏会相互作用，会分泌消化液，消化液存储在外套膜下方的管囊中，直通胃囊。看这一坨子都是消化液，消化腺和肝脏一样，味道不好，不能吃。来看这里，这个部位就是胃心腔，看见里面有个白点没？这就是它的心脏，连接着主动脉，大寒之物，不能吃。心脏的上方棕色的部位是它的肾脏，里面会有尿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头部，打开外套膜，一丝一丝的部位是它的腮，呼吸和过滤开水用的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部位是它的蛋白腺，与蛋白腺伴生的还有粘液腺、受精囊，如果是公的就是前列腺，这个部位是可以吃的。外套膜都是粘液，而且口感渣约约的，不能吃。大家注意，在腹足这个部位通往嘴的方向还有一个束囊，吃的时候一定要处理干净，束囊里有刚吃进去的食物，非常的脏，不能吃。这个部位就是它的嘴，嘴里面有一个齿舌，鸡猪螺就是靠齿舌上面的牙齿扫动，将啃食的藻类或有机碎屑送入体内。嘴的两侧是一对大眼珠子，触角就长在眼珠子两侧，这是它的头部。注意看，在腹足的侧方这块长了一个啷当，这个啷当就是公螺的加油腔，加油腔口感哏啾，是可以吃的，母螺是没有啷当的，区分公母就这么看。最后把这个大饺子盖子掰掉，我们能吃的部位就是螺头的整个部分和生殖系统。做这种大型螺类要注意，不要整个煮着吃，要不然像脚后跟似的咬不动。最好用葱油的方法，先改刀成片儿，片的越薄越好，1毫米厚为佳。水开只要一趟焗灵就立马捞出来，别超过10秒钟。葱丝、姜丝、干辣椒圈全部放上，椰油一浇，淋入1品鲜酱油，开灶。尝尝口感啊，这个薄度应该是能嚼动。来，粉丝开灶。这个口感没毛病啊，脆铮铮的，跟啾啾的，感觉味道啊和其他的螺类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就是鲜味啊还不太突出，但是口感啥的都没问题啊。咱尝尝这个，哎，你这个嚼起来就有意思了啊，更哏啾，比螺片好逮。我这还整个整只的啊，不都说它像胶皮吗？再试试啊！哎呀，哎呦我操！这个呀适合瘦脸啊，练腮帮子没问题。也就是我这种20多岁的大小伙子，牙口好，能嚼动吧？还行，入口即化。做总结啊，吃螺的食用价值不是特别高啊，
螺肉啊也没有什么特点，也没感觉好吃哪去。但是这个螺壳子可挺好啊，哎，你当个烟灰缸啊，哎，你当个笔架，哎，或者你摆在哪做个小摆件都不错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呢咱们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、3连支持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